我呀老爱咳嗽，谁都爱咳嗽呢，萨达姆就爱咳嗽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太知道了。你看，这是萨达姆给我签的名。卡扎菲也爱咳嗽，卡扎菲我合影就不展示了啊，在我那本书，我钻进了金字塔里边有，这人自称李厚黑啊，是浙江就中国美院的，这是10几年前他给我画的画，我一直没打开，后来打开了，发现越看越好，是吧？五星红旗，迎风飘扬，那会儿他们都说你这傻逼，美国有农场，啊，你不要，中东那么危险，你去，啊，就说明我是200%的傻逼，啊，按照德怀特·大卫·艾森豪威尔的话，叫滴溜溜圆的傻逼。怎么叫滴溜溜圆呢？它是一个圆的嘛，这圆的东西从任何一个角度看，它都是个傻逼啊，这叫滴溜溜圆的傻逼。但我这看的是艾森豪威尔的《远征欧陆》中文版，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“滴溜溜圆的傻逼”这句话。我老咳嗽呢，我就得想办法怎么不咳嗽。然后，公费医疗有一个叫蜜炼川贝枇杷膏，就吃这个就行，公费医疗就可以。广东攀高寿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是。这是董黎出的，是董黎吧？我也不知道这谁，好像是董黎，反正就类似这类秋梨膏，啊，都是梨做的。原来我一同学啊，屁大的，我们系是政治系，比政治系呢，差不多的是法律系，张海生孩子就是法律系的，7、9级法律系有2个女生特美，我记得名啊，我不敢说，一会儿说人家法律系人告我来。一个叫什么云啊，还一个叫什么？这俩美女孩，一个个高，一个个矮，永远形影不离。啊，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后来我们住 P 大25楼，25楼紧挨着三角地，三角地离就在去学三食堂去图书馆的路上，我们都在树丛后看这俩女孩。后来被我们班一人给办了。我都特崇拜。我们班那人呢比我大，他们现在都叫什么老3届、新3届。新3届就指77、78、79，啊，我是79的。79年的呢，如果是本科是应届高中毕业，就应该是61年生的。所以我特占便宜。我们那时候可以5年级小学毕业，也可以6年级小学毕业。那5年级我小学毕业了，我就等于比人多出1年来。所以我在小学是我们班里岁数小的，在中学也是岁数小的，到 P 大就更是了。P 大77、78、79都是3大革命实践那儿来的。我这杯子也是，我得这角度，因为我这是老兵给我的杯子，上面有些灰迹，有些灰迹是犯忌讳的，就不能忌讳。忌讳山东人吃饺子管醋就不叫醋，叫忌讳。这季羡林跟我说的。吃这些秋梨膏啊什么的都可以减少咳嗽，但这些都是你里边。中国管这种咳嗽叫痰湿，因为早上有痰，你才会这样。你到北京胡同里边那些痰喘，那些老骚干都噗一口浓痰啊，打着滚的就飞出来。贴的多高都有，那些都脏，所以那个旧的生活方式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随地吐痰。之所以随地吐痰，是因为就是5脏6腑不干净啊。早上，刚才我说是内部，内部呢，吃什么秋梨膏啊，什么这个都是后期的。还讲我们那同学。我们那同学后来发现我呀车多，我不仅车多，我的车有通行证，就是公安局发的，公安部发的，因为我在真理部管跑公安。你要到车上，到什么高速路上、什么收费站、国道上都有检查的，我那车从来没人检查。另外就是不仅我那有证，人家也认识我这脸，说这脸啊，萨达姆给签过名，卡扎菲给签过名的脸，而且。然后就畅通无阻，
他发现我也不大在乎油钱，那时候中石油、中石化都给我油卡，所以我也不在乎油啊。还有就是我一露脸，收费站都不收我钱，不像现在都是电子化了，那时候全靠刷脸，那时候不像现在啊，都是什么小鲜肉什么多，那时候14亿中国人，就派出一个人去采访海湾战争去，就是我，而且我比较谨慎，不随意使国旗，那时候国旗也不随便使。那时候缝在我衣服上那国旗是谁给我呢？是柯林卫给我的。柯林卫我就不解释他去了，你们去百度他。柯林卫他爸叫柯华，是中国首任驻英大使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。柯林卫跟我一屋，他们家外交部的，他知道这国旗不能瞎使，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一批国旗，很小，就是我那个摄影背身上那个，你看那破国旗，不能说破啊。就是极其简陋的，我还没使完，但现在已经有点，就这织物啊，有点糟了，但这都是历史。以后我用的 logo 就是我自己的了，因为你不能随便代表你的国家呀，是吧？以后你看我，我们国旗是红黄2个颜色，我呢比这还多，我这跟那个。民国是5色旗似的，红黄蓝白黑5色旗，我这是5色的。完了你说咳嗽，对我那同学呢，后来我发现他跟那漂亮的法律系那女孩可能没谈成，跟北京一大娘们儿好像结婚了，或者没结婚。那大娘们儿就是卖秋梨膏的，叫北京什么什么秋梨膏，我就忘了，超市里都有。过2天打官司。为什么那秋梨膏人不让他使？说那是国营的品牌，就跟现在闹联想似的，国有财产流失，人就不让他使那品牌了。他又注册了一个，我就不说那俩品牌了，一说那品牌我就陷进去了，还白给人做广告。刚才我说都是内部，可以喝了那个之后可以降低咳嗽。外部呢，我在最热的、最干的中东待过，中东人呢是一般围一头巾啊，你看我这头巾呢，我也围上了，可能有点逆光，我把这纸放我的台灯上，这个其实都是作秀的，真正中东没这颜色，这质量比较高，这是巴基斯坦的，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脖子遮住，就可以降低咳嗽，啊，因为这脖子这地儿啊。是人身上最细的一地儿，就是女青年那小绿柳蛮腰，它也得比脖子粗，是吧？玛丽莲梦露那除外，我那玛丽莲梦露以前我一眼能看见，现在掉哪儿了？然后那个，你只要围住脖子，你能马上就不咳嗽了，或者说喝一口热水，我这杯子不能转过来，一会儿上面有不该有的图案，那天我就没注意，我这杯子就漏出去审查就不通过。你这上怎么有这么一个？这也不是我做的，是吧？抗战老兵送我的，有他们的那个军徽。喝热水是管用的，所以我这有好多牌。昨天他就说你这是虎牌，你这是日本的什么什么，你这是上海哪儿造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牌。我只要是不花钱的，不花钱的，又最好的。我不像那些人，李成儒他们有钱是吧？什么叫什么？李成儒有中国最大的金丝楠博物馆，他们家什么我也没让我去，我也不知道。热带是这样的，但是在热带雨林，刚才我说是干燥的沙漠回归线，像什么沙烏地阿拉伯。巴勒斯坦、阿联酋、科威特、埃及都这个图案颜色不一样，我就不去找了。一般有红的、黑的，这巴基斯坦这是绿的，绿的实际上是美军给美军特种部队做的。其他像热带雨林特别潮湿的地儿，中国人就说中医就说咳嗽、痰喘叫湿热什么那怎么办？他们也为这个，你看我这块，这块，这就波尔布特的。说波尔布特你也认识？嗨，
我原来还没去伊拉克的时候，我一同事叫杨牧，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。杨牧的媳妇儿跟我一起是摄影部的。杨牧写过最早的博尔布特，你看我这个啊，不要看我这小微博啊，我这小微博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的，说你这红色高棉现在就值钱了。我这不仅红色高棉，你看我把我这绕过来，你看这儿 WFP 坎布地是吧？柬埔寨 W 就世界粮食组织。我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和平主义者啊，我是和平鸭。联合国好多去危险地儿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那地儿，联合国请我去，所以你看我这个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，但是这些围脖子、喝秋梨膏、喝这个什么川贝枇杷膏什么，这都是后半截的事儿啊。当然也还有喝俄国老毛子的那叫什么椴树雪蜜，这都是管用的。但是这些都是被动的消极的办法。其实比这更管用的就是喝奶。奶呢，它里边我也不知道什么成分，那些我都不懂啊。我呢是原来订北京最便宜的奶，就是我不说那牌了，每天早上来送奶。那奶呢，早上你要不喝到中午就坏了，所以我认为它是没加添加剂的啊。那没加添加剂，或者说没加防腐剂，或者说没加杀虫剂的啊，所以它到中午就坏了。我就喝那个奶，而且我觉得它便宜，为什么？他每天送老百姓喝的嘛啊。后来呢，别人跟我说奶粉好，我就把那奶我给断了，我就不喝那奶了。我妈小的时候啊，我妈就说她不喝奶，我妈河北农民。后来我发现老一辈的说我不吃我不喝，不是她不吃她不喝，是她舍不得吃舍不得喝。因为我出生那年是3年自然灾害啊，3年自然灾害。如果说不是自然灾害，那也赖美帝苏修，美帝苏修。昨天我看一电影是那个郑晓龙的，不是电影连续剧，刘佩琦和王志文演的，说苏修强迫我们把那个抗美援朝还他苹果得多大个儿啊，不是什么啊，你说这苏修多坏，比美帝还坏。我这苹果秒苹果，你看带糖心儿的，这是富士。但好多人呢就说我这王林怎么吃出富士的滋味了？是你这王林呐没在冰冻的情况下，零下3度啊，是保存最好。因为越是好的东西啊，须臾就变啊。你看那佛教就说生命在呼吸之间，就是你呼出去，吸得回来吸不回来你都不知道。所以道教叫吐纳之法，是吧？伟大领袖叫一个人有动脉静脉，通过血液进行一个人什么一个人这就叫吐故纳新。我不会背了，我小时候会背，最新指示我还记得。一个人什么有动脉静脉，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，还有什么进行什么，我就不会说了啊。这个苹果也是，你看这个，你要是吃的水果要是富士苹果啊，它表面是很光滑的。那斗南苹果上面有好多麻子，那麻子就是气孔，气孔呢就跟我这胳膊似的。你看我这胳膊上这都是大毛，这是大毛是吧？每根毛都有1寸多长的。这些毛它就会分泌汗，所以我这种游牧的动物啊，我这种湖人在中冬的时候就使劲出汗，但是我也不死，我会喝水去补充。没水也行啊，我是指的这个王林苹果、斗南苹果都是，你订了1箱啊，你搁在你们家常温里边，它就迅速呼吸，然后那个苹果就不脆了，就面了就没有那些香味了，所以一定要在控制好温度，后来呢，我一姐姐她就给我快递奶粉，她说这奶粉呢是澳大利亚的，这澳大利亚这奶粉就是倭靠，所以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喝一杯倭靠，就装在这杯子里边。洋人活细，你看这刻度，
300毫升啊，一杯好奶。后来发现，这种好的奶粉比好的鲜奶好，因为它成分好啊。比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那边人少地广人稀，才是真正的游牧民族。那边身上的汗毛孔、汗毛都比我这更浓、更粗，而且那边的动物不吃饲料，直接吃草。一般的鲜奶不如好的奶粉，好的奶粉还是不如什么呢？不如好的酸奶。酸奶一定是好的奶粉、好的奶，经过特殊的加工，而且也是温度。它跟这苹果一样，这奶它如果是你要是不冻着它就坏了。你要是放在暖地儿，马上就馊了。酸奶本身就是加入那个对人有利的菌种之后，菌种就是小生命啊，所以它是活体。太冷了就冻死了啊，太热了就活过缩了。所以如果说你们家没有特殊的条件，你也没讲究到，要把那王林拿来闻，望闻问切，就跟中医似的，你最好还是买富士。富士也是有区别的，但富士更耐贮藏，因为它的呼吸的毛孔小就皮肤细腻，跟大美女似的，不像我这个皮糙肉厚，是吧？摸着质感很好。以前我前妻就老说，一摸我胳膊就找不着北了。后来现在我一般都不露我胳膊，我都穿长袖的衬衣，就怕他们找不着北。你说这个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我忘了，我脖子上说为了防咳嗽围的这围脖，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，我是联合国承认的吃货，吃货。